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爱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复婚生二胎真相大白，不到2个月，赵丽颖现状曝光，原来前夫冯绍峰说的都是真的。7月15日，上海百空间光2仓库纪梵希断光意境活动现场，赵丽颖穿了一条 GIVENCHY2026 秋冬黑色吊带长裙，蝴蝶结从肩部延伸到裙摆，身上半件饰品没带。抬手跟粉丝打招呼的时候，小臂和肩膀的肌肉线条直接抢了裙子的戏。这是她休整数月后的首次公开露面。粉丝尖叫，差点搁过主持人的开场白，全场手机高举，到场嘉宾见到她秒变小粉丝。赵丽颖说了一句话，希望大家活出自己的人生，拥有自己人生的主宰权。这话在现场被尖叫声盖过去了，但活动结束后，这句话在社交平台上传开了。4个月前，网上流传的还是另一套说法，有人说她要退圈了，有人说她和冯绍峰复婚了，有人说她悄悄怀了2胎，停工1年是在家养胎，还有港媒编造冯家长被送千万珠宝求复婚的戏码。传的最离谱的版本，连补办婚礼的具体时间都给编出来了。这些传闻断断续续传了2年多，每次2人一起送孩子上学或者出现在同一个校园活动里，营销号就立刻开始编故事。有人仅凭她穿宽松长裙就揣测她小腹隆起，有鼻子有眼的看了差点信了。2026年5月9日，赵丽颖工作室发了律师函，附带法院立案回执，一口气追责了107条造谣侵权的账号。声明写得很清楚，复婚、2胎、私下同居，全部属于恶意捏造。那些编料编得最起劲的营销号，连夜删帖跑人。后来法院判决几名造谣博主公开致歉并赔偿损失。常年跟拍的狗仔也多次下场澄清，说2人早就彻底翻篇，唯一的联系就是共同抚养孩子。所谓复婚风波，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无稽之谈。但谣言澄清之后，又冒出了另一种说法，有人说她热度下滑，事业停滞。赵丽颖已经连续14个月没有进入新的剧组拍摄，上一次传出她进组拍戏的消息，还是2025年5月小城大事杀青。一个顶流小花赶歇1年，再更新换代比翻书还快的娱乐圈，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2026年2月，赵丽颖接受 Elle 杂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是我自己要停的，我没消失，就是想换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出道20年，她塑造了59个角色，从金婚李步齐演的三女儿，到锁清秋里低眉顺演的丫鬟袁文，跑了整整7年龙套。2013年陆贞传奇首次担纲大女主，撕碎了圆脸不能演主角的偏见原文。之后姗姗来了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部接一部原文。2022年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评曲半夏一脚拿下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成为85花中首位飞天奖得主原文。2024年第20条全程无台词，拿下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张艺谋说，赵丽颖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2026年开年，小城大事播出，赵丽颖演一个带领农民造成的基层干部，然后她停了。在 Elle 采访里，她把这次长假比喻成进场大维修。她说，赛马也好， F1 赛车也好，跑久了都需要停一停。最忙的时候，1年365天全扎在剧组，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她曾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当我成为母亲的同时，其实也在重新学习怎样当一个女儿。这次停工，她就是想补回来，陪儿子逛游乐园、看画展，
孩子喜欢小卡片，喜欢地球仪，会指着地图问东问西。他得去查资料，学习早就还给老师的地理知识，就为了能跟儿子对上话。天气好的时候骑车出门，找空地晒太阳，发呆，看别的小朋友打闹，研究视频平台的会员机制，第一次知道充值还有 VIP 和 SVIP 的区别。被网友在咖啡厅偶遇过，没化妆，没带随行人员，素颜和朋友坐了2小时。6月底，圈内好友王一瑶在直播中被追问赵丽颖的近况，只回了一句：姐姐很好，在好好生活，没说名字，粉丝都听懂了。7月15日这场活动，赵丽颖的短发是法式眉上刘海，造型师是方可，化妆师是新苗 Chen， 口红是 DD from DDG 方管 N05 暖调裸杏。这套造型在网上有争议，有人说刘海剪得太细，不如之前灵动，但所有人的视线最后都落到她手臂上了。抬手拿麦克风的时候，小臂线条绷得很紧实，肩背撑的吊带裙的领口特别利落，不是靠饿出来的瘦，是实打实练出来的。之前为了拍冯小刚的电影《向阳花》，演一个刑满释放的单亲母亲，她提前2个月泡在健身房，日均训练3小时以上，负重深蹲、战绳、壶铃轮着来，体脂掉了5个点。早年拍《楚乔传》扛重甲打戏就攒过底子，现在出门行李箱里常年塞着阻力带和瑜伽垫。之前还有人骂他壮微胖，他没搭理。这次活动图一出来，赵丽颖撸铁达人直接上了热搜。穿高定被说小孩穿大人衣服的日子也过去了。这套黑吊带往那一站，有几分风吹半夏里许半夏那股雷厉风行的劲儿。冯绍峰早年说过一句话，赵丽颖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规划，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被外界声音裹挟。放到今天看，这话说的不算错。演戏之外，她用了20年才学会另一件事，自己的世界也得自己说了算。很多人这2个月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关于赵丽颖的各种传闻，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前段时间，网络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爆料版本，从复婚冯绍峰到怀上2胎，再到停工养胎，各种故事越传越离谱，甚至连所谓婚礼时间、豪门长辈送珠宝等细节都被编得煞有介事。如今随着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法院立案以及部分造谣账号公开道歉，这些持续2年多的传闻基本画上了句号。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7月15日纪梵希活动现场那个状态轻松、自信的赵丽颖。她没有佩戴过多珠宝，一袭黑色吊带长裙，干净利落。活动现场，她说了一句：希望大家活出自己的人生，拥有自己人生的主宰权。虽然现场被粉丝欢呼声隔过，但后来却在社交平台引起不少讨论。其实这句话放在赵丽颖近2年的经历里，显得格外有力量。过去很多人总觉得演员一旦1年没有新作品，就是事业开始下滑，但赵丽颖却主动解释过，停下来并不是因为没有戏拍，而是自己选择放慢脚步，体验另一种生活节奏。对于一位已经连续奋斗20年的演员来说，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从跑龙套到陆贞传奇打开知名度，再到姗姗来了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等作品，他几乎一直保持着高强度拍摄。后来又不断挑战现实题材和电影作品，让不少观众看到了他不断突破舒适区的决心。所以当他暂时离开剧组，把更多时间留给生活和家人时，也许并不是退步，而是另一种积累。采访中，他曾分享过陪孩子逛游乐园、学习地理知识、骑车、喝咖啡、发呆等生活片段。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对于长期生活在聚光灯下的人来说，反而显得格外珍贵。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对自己的要求。这次活动中，
不少网友都注意到了她紧实的肩背和手臂线条。相比过去外界经常讨论的太瘦微胖，如今更多人开始认可她健康自律的状态。据公开采访和幕后资料，她此前为了电影角色进行了长时间力量训练，因此现在呈现出的身材更偏向健康、有力量，而不是单纯追求纤瘦。这种变化也和她这些年的角色转型十分一致。从早年的甜美少女，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再到现实题材中的普通女性，她越来越少依靠外形制造话题，而是希望观众记住角色本身。文章最后提到，冯绍峰曾说过一句话：赵丽颖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规划，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被外界声音裹挟。如果仅从她近2年的公开表现来看，这句话确实能够与她目前展现出的状态形成呼应。面对网络传闻，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面对事业节奏，她主动按下暂停键；面对外界评价，她继续按照自己的规划生活和工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涉及复婚、2胎、律师函、判决、具体活动细节以及部分经历等内容，包含了网络流传信息和个别公开报道，其中部分细节目前仍缺乏权威渠道能够完全证实。能够确认的是，赵丽颖工作室此前确实多次对网络谣言进行过维权和辟谣，而截至目前，也没有任何可靠官方信息显示她与冯绍峰已经复婚或怀有2胎。相比那些不断变化的传闻，也许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她如今展现出的生活态度，把人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被流言左右，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成长和工作。这或许也是她当天那句话最想表达的意义。赵丽颖大汉妇演3角，卫子夫勾引殷丽华惊艳入局。刚刷到2026年7月10日流出的消息，说赵丽颖将要在大汉妇中一人挑战卫子夫、勾弋夫人、殷丽华3个汉代传奇女性角色，而且剧组似乎已经启动拍摄。消息一出，不少网友瞬间沸腾，毕竟一次性驾驭3位历史人物，这种选角想想都足够震撼。但事情很快出现了反转。转头查看央视2026年的片单，《大汉妇》武帝篇公开信息里，卫子夫这一角色明明显示由江疏影出演。一个说赵丽颖3角合一，一个却有明确公开卡司，这场选角罗生门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大汉妇被视为央视继大秦帝国之后重点布局的汉代历史史诗剧，出品方为曲江大秦帝国影业与腾讯视频联合打造，导演王伟曾执导过《白夜追凶》《问苍茫》等作品。从制作班底来看，这部剧本身就承载着不少观众期待。早在2022年，网上其实就曾流传过相关消息。当时有传闻称，导演张永新有意邀请赵丽颖一人出演3位汉代皇后级女性角色，并且剧本已经历多轮修改，希望将卫子夫、勾弋夫人、殷丽华3人的人生轨迹串联起来，形成一条跨越时代的女性命运线。这一次流出的版本更加明确，甚至标注拟定由赵丽颖出演，还带有2026年7月10日的发布标志，看起来十分像模像样。可问题在于，真正去查找央视、腾讯视频以及剧组相关官方账号，却没有发现赵丽颖出演的正式官宣，也没有找到已经开拍的确切消息。目前公开的大汉妇武帝篇阵容依然是邓超饰演刘彻，江疏影饰演卫子夫，张晚意饰演霍去病。该项目也仍然出现在2026年大剧看总台的片单中，具体开机时间和后续选角安排尚未完全公布。说起卫子夫，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她最初只是平阳公主府中的欧者，也就是负责歌舞表演的女子。一个出身普通的女子，因为一次偶然机会被汉武帝刘彻看中，从此走进深宫。民间流传的那句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羡卫子夫霸天下，
说的正是她从低微身份一路走到皇后之位的传奇经历。卫子夫成为皇后长达38年，她性格恭谨谦和，在后宫中一直保持低调稳重。她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更是在汉武帝时期成为名震天下的军事人物。然而晚年的他也没有逃过政治风暴，在巫蛊之祸中，他最终选择自缢，用生命结束了这场悲剧。她既是汉代草根皇后的代表，也是历史中极具复杂色彩的女性人物。钩弋夫人的命运则更加悲凉，她是汉武帝晚年的宠妃，传说她出生时双手紧握，无法伸展，后来汉武帝亲手将她的手掰开，因此得名钩弋。她为汉武帝生下皇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但汉武帝晚年深知幼主继位可能导致外戚干政，担心历史上吕后专权的局面再次出现，于是做出了极其残酷的决定，将钩弋夫人赐死于云阳宫。那一年，她还十分年轻，却成为封建皇权斗争中的牺牲品。相比之下，阴丽华的人生则充满传奇与温情。她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妻。刘秀年轻时还未起兵，就曾感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的阴丽华。后来刘秀建立东汉，阴丽华本可以凭借正气身份成为皇后，但她主动退让，让郭圣通先成为皇后。直到郭圣通被废，阴丽华才正式登上后位。她掌管后宫多年，谨慎宽厚，史书评价极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后典范。如果真的由一个演员同时出演这3个角色，难度无疑极高。毕竟卫子夫、钩弋夫人、阴丽华3人相隔100多年，分别属于不同历史阶段，也对应大汉赋的不同篇章，武帝篇与光武帝篇。演员不仅需要在年龄跨度上做出区分，还要在服化道、仪态、语言习惯以及人物气质上彻底拆开，否则观众很容易产生混淆。而赵丽颖之所以会被网友认为适合挑战这种高难度角色，也并非没有原因。从花千骨中的天真少女，到后来黑化后的妖神，她展现出了从纯真到决绝的巨大反差。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盛明兰，更是将隐忍、聪慧、谋略演绎的深入人心。风吹半夏中取半夏的果敢强势，则让观众看到了她在现实题材中的爆发力。2023年，她还凭借第20条获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这也证明了她在表演领域持续突破的能力。如果出演卫子夫，她知否中胜明兰那种藏锋守拙的状态或许能够借鉴。如果挑战钩弋夫人，她在花千骨中展现出的破碎感与情绪爆发力，也能找到对应之处。至于阴丽华那份温柔、清醒与大局观，则和风吹半夏中许半夏身上的坚韧气质有一定相通之处。此前网友也曾制作过赵丽颖的剧抛脸混剪，从仙侠剧到古装宅斗，再到现实主义题材，她每一次改变造型，往往都能带来完全不同的人物气场。这或许正是网友相信她能够驾驭3角挑战的原因。不过冷静来看，目前所有关于赵丽颖出演3位汉代皇后的消息，都还来自网络自媒体，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而邓超、江疏影版本的大汉赋、武帝篇目前也仍处于筹备阶段，双方信息都没有正式回应，也没有明确否定或确认。所以这场关于大汉赋的选角风波，到底会不会成为现实，目前依旧悬而未决。对于观众来说，赵丽颖能否一人演绎3位传奇女性，确实令人期待。但最终答案，或许还要等剧组真正官宣的那一天。赵丽颖如果真的能够挑战大汉赋中的卫子夫、钩弋夫人和阴丽华，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和我一样，第一反应不是怀疑，而是期待。因为这些年一路追着她的作品走过来，会发现她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外形有多漂亮，而是她总能一次又一次突破大家对她的固有印象。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
截止目前，无论是央视、腾讯视频还是大汉赋剧组，都没有正式官宣赵丽颖加盟，更没有确认她将一人分饰三角。网络上流传的消息虽然看起来有板有眼，但公开信息中，大汉赋武帝篇的卫子夫依然显示由江疏影出演，因此所谓三角出演，目前仍然属于未经证实的网络爆料。在官方消息出来之前，一切都应该以官宣为准。不过，为什么这条消息能够迅速引发如此大的讨论？我觉得答案其实就在赵丽颖这些年的成长上。早年的她，因为《花千骨》《姗姗来了》《楚乔传》等作品被大家熟知，很多人都觉得她更适合演少女、演励志女主。但真正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她没有停留在舒适圈，而是不断寻找新的挑战。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盛明兰，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再到后来越来越多现实题材作品，她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戏路越走越宽。尤其是盛明兰这个角色，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赵丽颖最厉害的并不是情绪爆发，而是细节控制。一个眼神，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一次微妙的停顿，都能把人物复杂的内心表现出来。那种隐忍、克制却又充满力量的感觉，非常符合卫子夫前期低调谦和，后期经历人生巨变的人物轨迹。如果说卫子夫代表的是隐忍，那么钩弋夫人则完全不同。她的人生短暂却充满悲剧色彩，既有得到帝王宠爱的荣耀，也有成为皇权牺牲品的无奈。这样的角色最难演的地方，不是哭戏，而是那种命运无法掌控的无力感。赵丽颖过去塑造人物时，最打动我的恰恰就是她能够把人物内心的破碎感演出来，而不是单纯依靠情绪宣泄。如果真的有机会挑战钩弋夫人，相信她会赋予角色更多层次。至于殷丽华，她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她没有卫子夫的大起大落，也没有钩弋夫人的悲情宿命，却拥有极高的格局和胸怀。史书中的殷丽华温厚宽仁，进退有度，这种人物最大的魅力来自气质，而不是戏剧冲突。这样的角色看似平静，其实比很多大开大合的人物更难诠释，因为演员必须用最自然的方式，让观众相信他真的拥有母仪天下的风范。如果真的让同一个演员饰演这三位女性，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换几套服装，换几个妆容，而是让观众一眼就能感受到三个完全不同的人。卫子夫应该像春风一样柔和却坚韧，钩弋夫人应该像昙花一样美丽却短暂，殷丽华则更像涓涓细流，安静却拥有持久的力量。只有真正做到人物气质彻底区分，观众才不会出戏。这些年很多网友都说赵丽颖拥有巨抛脸，我一直觉得巨抛脸真正难得的地方，不只是外形变化，而是演员能够让观众忘记他本人，只记住角色。从花千骨到知否，从风吹半夏再到后来的作品，每演一个人物，他都会主动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重复过去成功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网络上传出他将挑战复杂角色时，总会有那么多人愿意相信他可以做到。当然，期待归期待，事实还是事实。目前关于赵丽颖出演大汉赋三位传奇女性的消息，并没有官方证实，大家也不必因为一张网传截图或者几条自媒体消息就提前下结论。毕竟影视作品从筹备到正式开机，演员阵容发生调整并不少见，一切还是应该等待剧组正式公布。但不得不说，仅仅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就能引发如此高的讨论度，本身也说明了观众对赵丽颖的认可。大家讨论的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在讨论她有没有能力挑战这样的高度。而能够让观众产生这种信任，本身就是这些年一部部作品积累下来的结果。如果未来官宣的人选真的不是赵丽颖，我会尊重剧组的选择。如果最终真的是她出演，我也愿意相信
他不会只是简单的演3个角色，而是会让卫子夫、钩弋夫人和殷丽华拥有各自独立而鲜活的生命力。无论最终答案如何，我更期待的是看到越来越多像这样有分量、有厚度的历史人物重新出现在荧幕上，也期待赵丽颖继续用作品证明，一个真正优秀的演员，永远都是靠角色赢得观众，而不是靠一时的话题和热度。赵丽颖争议反转，一场馄饨戏让李秋萍真正站住了。很多人一开始质疑赵丽颖，我其实并不觉得意外。毕竟在《小城大事》刚播出的前几集里，她那种略显停顿的说话方式，还有像卡在喉咙里的断句感，确实容易让观众产生误解。有人觉得她状态不够自然，有人觉得台词听起来不够顺滑，甚至怀疑是不是表演出了问题。但随着剧情推进，尤其是看到那场馄饨戏之后，之前所有的争议突然都有了答案。那些看似不舒服的地方，不再像表演瑕疵，反而像是角色成长过程中故意留下的痕迹，就像一根埋在地下很久的刺，终于被剧情一点点推到表面，然后由人物自己拔了出来。我记得那天晚上看这段的时候，刚好点了一份夜宵，塑料勺轻轻敲着碗边，本来只是很普通的吃饭动作，可看到李秋萍坐在路边摊前的那几分钟，我突然就有点不想继续动筷子了。因为他吃的根本不是一碗馄饨，他吞下去的是一个成年人面对现实崩塌时，最后还能维持体面的方式。那一刻的李秋萍，不是真的饿，而是在自己的信念出现裂缝之后，本能的想找点东西填补心里的空洞。这个处理其实非常高级。很多影视剧表现人物崩溃，喜欢安排大狱、哭喊、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再配上拉满的音乐和特写，仿佛生怕观众不知道角色有多痛苦。但李秋萍不是这样，她没有大哭，也没有疯狂倾诉，甚至没有给自己一个彻底释放的机会。她只是低着头吃，一口接着一口，动作越来越急，越来越乱，像是在拼命阻止自己停下来。因为她知道，一旦停下来，那些压在心里的东西就会全部涌出来。李秋萍这个人物，其实从前面开始就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拧巴感。她认真、负责，相信规则，相信流程，也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事情就不会变得太糟。这种性格并不是简单的天真，而是很多刚进入基层工作，心里还保留着理想主义的人都会有的状态。他们相信努力可以改变问题，相信认真可以换来结果，相信自己看到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没有太大距离。小城大事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没有把李秋萍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完美女主，也没有急着给她安排各种英雄式高光。相反，编剧让她先困在自己的认知里。她以为自己掌握的信息就是真相，她以为层层传递下来的数据和材料能够代表真实的生活。可当她真正走进那些普通人的生活，看见破旧的房屋，看见沉默的人群，看见那些坏了很久却没人解决的小问题时，她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坚持的东西，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整。那种愧疚不是简单的心疼，而是一种迟来的羞愧。原来自己一直认为是在做好事，可实际上，自己距离真正的生活还有那么远。这场馄饨戏最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把愧疚拍得很漂亮。赵丽颖没有刻意设计所谓名场面的表演方式，她只是坐在那里，嘴里含着食物，艰难地咽下去，眼神放空，偶尔像突然想起什么一样，再机械地拿起勺子继续吃。那种状态特别像现实中的成年人崩溃，没有提前准备好的情绪，没有完美的镜头角度，也没有一句准备好的台词。很多时候，人真正撑不住的时候，就是某一根弦突然断掉，然后第一反应不是哭，而是努力让自己不要彻底垮下来。当李秋萍低声说出我是王八蛋的时候，反而让人觉得前面所有铺垫都有了意义。因为真正的自责，
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语言，越简单越刺痛。后来很多观众夸这段戏是真的吃，而不是摆拍出来的效果，这确实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如今很多影视作品里的吃戏，经常让人觉得浮在表面，食物只是道具，筷子夹2下，嘴巴动几下，镜头一切，仿佛演员只是完成一个动作。但小成大事的这场戏明显没有这么处理，导演保留了大量真实环境声音，路边摊的嘈杂、人群交谈、碗筷碰撞声都没有被刻意削弱，镜头也没有急着制造煽情效果，而是耐心记录那个狼狈又真实的瞬间。那种感觉不像是在看演员表演一个角色，而像是在旁边偶然看见一个普通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为了呈现北方夜摊那种真实的寒意和生活感，剧组在拍摄时也尽量保留了环境本身的状态，没有把画面处理得过度精致，灯光没有刻意打满，妆容也弱化了演员本身的精致感。所以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为了镜头准备好的赵丽颖，而是一个被现实磨过、被压力压过的李秋平。再回头看之前那些关于台词像爱念稿的争议，其实反而更能说明角色设计的特别之处。李秋平本来就不是一个圆滑老练的人，他谨慎，说话带着一点书面感，甚至有时候会因为太想把事情做好而显得有些拘谨。这种人在现实生活里其实非常常见，尤其是刚进入复杂环境，面对陌生问题时，他们往往会下意识选择最稳妥、最不容易犯错的表达方式。这种说话方式可能不够讨喜，也不够松弛，但它未必不真实。很多观众前几集感受到的不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因为李秋平这个人物本来就不是一开始就成熟完整的状态，只是很多人习惯把不舒服直接归结为演员不会演，直到馄饨戏出现之后，才突然明白前面的生硬和拘谨其实都是角色外壳的一部分，只有那层壳足够坚硬，后面的破裂才会足够有力量。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李秋平吃馄饨的时候，并没有一边吃一边向别人诉苦，他没有寻找安慰，也没有急着证明自己的委屈，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别人误解他，而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可能也成为了问题链条中的一部分。这种痛比单纯被误会更加难以承受，所以他只能自己消化。那3碗馄饨就像3次强迫自己咽下去的情绪，把愤怒咽下去，把委屈咽下去，把那个曾经无比坚定的自我认知也一点点咽下去。很多普通观众会被这一幕击中，大概也是因为大家都曾经历过类似的瞬间，工作中认真努力，却突然发现事情远比自己想象复杂；生活里想把每件事做好，却发现现实并不会完全按照计划发展。那种无力感不属于某一个职业，也不属于某一种人生，而是很多成年人共同拥有的体验。所以这场戏真正改变的，不只是观众对一个片段的评价，更像是重新让演员和角色站回了正确的位置。赵丽颖没有依靠一场夸张爆发证明自己，而是用一种看似笨拙却非常稳定的方式，让李秋平这个人物慢慢立住。后来再回看前面的剧情，我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那些曾经被认为不自然的部分，似乎不再像表演失误，而更像角色早期那层保护自己的外壳。如果外壳没有足够的重量，真正破碎的时候，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回响。看完那晚，我把已经放凉的夜宵重新吃完，可脑子里一直回想着李秋平那句很轻的自责。你很难说这场戏有多么轰轰烈烈，它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也没有刻意制造震撼效果，它只是很慢，很沉，沉到让人想起自己曾经在哪个路边摊、哪家便利店、哪一个深夜饭桌前，也假装自己只是饿了，其实心里藏着一堆说不出口的事情。追到这里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会突然理解那个曾经被质疑的李秋平，
也会替赵丽颖悄悄松一口气，因为有些表演不是在第一眼惊艳别人，而是在故事走到某个时刻之后，让所有曾经的不理解都慢慢变成理解。很多人刚开始质疑赵丽颖的时候，我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小城大事》开播初期，李秋萍这个角色确实不像大家熟悉的那些第一眼就讨喜的女主，她说话有些停顿，语速不快，甚至一句话里还带着几分犹豫和克制，不少观众因此觉得台词不够自然，甚至怀疑赵丽颖是不是状态下滑了。可真正追完整个故事之后，我反而觉得这恰恰证明了赵丽颖对角色的理解有多深。尤其是那场馄饨戏播出之后，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一路追剧的人都突然明白了前面所有不舒服的意义。那天晚上我也是边吃夜宵边看这一段，原本只是随手点了一碗馄饨，可看到李秋萍一个人坐在路边摊，一口接着一口往嘴里塞的时候，我忽然停下了筷子，因为她吃下去的从来都不是馄饨，她是在拼命把委屈咽下去，把愧疚咽下去，把那个曾经坚定相信世界很简单的自己一点一点咽下去。赵丽颖没有安排任何夸张的哭戏，没有撕心裂肺的喊叫，没有配乐去刻意放大情绪，镜头只是安静地停留在那里，看着李秋萍低着头，机械地舀起馄饨，吹一吹，再送进嘴里，动作越来越急，眼神越来越空，那种感觉真的太真实了。现实里的成年人真正崩溃的时候，又有几个人会放声大哭呢？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照常吃饭，照常工作，照常和别人说没事，却在心里拼命告诉自己不能停，一旦停下来，眼泪可能就真的控制不住了。这就是我最佩服赵丽颖的地方，她没有把情绪演给观众看，而是让观众自己感受到人物正在经历什么。后来，当李秋萍低低说出那一句我是王八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力量。真正的自责本来就不会说得惊天动地，越轻越疼，越克制越扎心。很多人说这场戏最厉害的是赵丽颖真的把3碗馄饨吃了下去，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不只是真吃，而是她把每一次吞咽都变成了人物心理变化的一部分。第一口是不敢相信，第二口是开始怀疑自己，第3口是终于接受现实。没有一句解释，没有一句台词，却让观众看懂了人物内心所有的变化。这种表演其实比哭喊更难，因为演员必须把所有情绪全部压在身体里面，只靠眼神、呼吸、动作，把复杂的心理一点一点释放出来。很多人后来回头再看前几集，也终于发现那些曾经觉得不自然的地方，其实根本不是赵丽颖不会演，李秋萍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她认真、谨慎，相信规则，说话带着一点书面感，甚至因为害怕犯错，总想把每一句话组织得更完整一点。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刚进入基层，心里还有理想主义的年轻干部。他们相信努力能够解决问题，相信认真一定会有回报，也相信制度能够覆盖现实。可真正走进基层以后，他们才发现很多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赵丽颖没有一开始就把李秋萍演成一个成熟老练的人，而是让她一步一步成长。正因为前面的拘谨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后面的蜕变才格外有说服力。如果角色一开始就是满分状态，那么后面的成长又从何谈起？我觉得小城大事最大的成功，就是没有把李秋萍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英雄。她会犯错，会怀疑自己，会痛苦，也会因为看见真正的现实而彻底推翻过去建立起来的认知。而赵丽颖最聪明的地方，就是没有急着去证明自己演得好，她一直相信角色，相信剧情，相信观众最终会理解。事实证明，她赌对了。随着剧情推进，
网络上的评价开始慢慢反转，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那场混沌戏，越来越多人重新回去看前面的剧情。不少曾经批评他台词的人，也开始承认，原来那些停顿、那些拘谨、那些略显生涩的表达，都是人物成长轨迹的一部分。真正优秀的表演，从来不是第一眼就惊艳所有人，而是在故事结束以后，再回头看，才发现每一个细节早就埋好了伏笔。这才是真正高级的角色塑造。更让我感动的是，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其实和李秋萍有一点很像。她没有停留在大家最熟悉的偶像剧舒适区，而是一步又一步挑战现实题材，不断推翻观众对她原来的印象。从风吹半夏到雨凤行，再到小成大事，她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人物，不断突破自己。这个过程当然会有争议，也一定会有人不理解。但真正值得尊敬的演员，从来不是永远待在掌声里，而是敢于接受质疑，然后用作品慢慢回应。小成大事的混沌戏就是最好的回答。它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刻意煽情，却偏偏让无数观众记住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深夜，坐在路边摊、便利店或者家里的餐桌前，一边吃着已经快晾掉的饭，一边假装自己只是饿了。其实真正难以下咽的，从来不是食物，而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无奈和自责。所以，当越来越多观众开始理解李秋萍的时候，我也替赵丽颖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次，她没有靠热搜证明自己，没有靠营销制造话题，而是靠一个角色、一场戏、几个细微到几乎容易被忽略的动作，让所有曾经的质疑慢慢变成了理解，也让李秋萍真正站稳了脚跟。这或许就是好演员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会要求观众第一时间喜欢自己，他只会安安静静陪着角色走到最后，然后让时间替自己回答所有问题。赵丽颖拿飞天奖事后被质疑太水，名单疑似提前泄露，众星表情精彩。第34届飞天奖颁奖典礼落下帷幕，前排恭喜赵丽颖、雷佳音分别获得飞天奖事后和视帝。当颁奖嘉宾宣布赵丽颖获得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一同入围的女演员们表情都很精彩。辛芷蕾拥抱了赵丽颖，刘琳一脸礼貌微笑，李庚希似乎对自己没抱有太大期望，杨蓉淡定看向赵丽颖，唐嫣则似乎有些僵住了，眼神都有些发愣。赵丽颖站起来伸了，雷佳音、靳东、马伊琍都看向新晋视后，但唐嫣还是仿佛尬住一样的看着舞台，跟她搭档出演《繁花》的胡歌则似乎很替唐嫣惋惜，同样扁嘴眉看向赵丽颖。赵丽颖本人则比较惊讶，刚踏上领奖台就已经泪流满面，情绪非常激动。自己对这个结果似乎也比较惊喜，发表获奖感言时几度哽咽，有几句话都说重复，一直在感谢风吹半夏剧组的所有人，还说出了剧中许半夏的经典台词：我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但赵丽颖表示，如今她的愿望成真了。不过对于这个结果，不少网友并没有很惊讶，因为早在颁奖典礼的前2天，就有来自福建的网友爆料赵丽颖会凭借《幸福到万家》获得飞天视后，如今算是应验了一半。赵丽颖的确斩获视后，只不过凭借的作品是《风吹半夏》。当时博主还爆料视帝则不是风头正盛的胡歌，而是一个资历老的男演员。颁奖礼的直播封面也用了赵丽颖，这引起网友猜测，怀疑是在暗示最终的奖项得主。甚至早有营销号在颁奖之前就创建了赵丽颖得奖的话题，不过当时网友猜测是故意给赵丽颖招黑，或者是营销号想要抢占话题。如今获奖名单出炉，果然结果和爆料一致，这就引来网友质疑，认为获奖名单被提前泄露了。近几年的大奖总是会出现获奖名单泄露的争议，不少网友在颁奖礼之前就知晓了最终的获奖人，甚至很多爆料者的 IP 地址就在颁奖礼当地，
就像这次飞天奖在厦门举行，爆料者就来自福建，这也太巧合了。也有不少网友对这届飞天奖的获奖结果比较震惊。赵丽颖作为年轻演员拿奖有些出乎意料，网友对于刘琳没有拿奖也觉得很可惜。人世间里的女演员居然连提名都没有，质疑赵丽颖拿奖太水了。当然，还是要恭喜赵丽颖，作为如今的4大85花中首位获得飞天视后的演员，相信她拿奖还是因为观众的喜爱和认可，祝福她之后也能走得更远。同时也恭喜一同提名的女演员们，提名就是肯定，下次再接再厉，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也希望各大奖项对最终的获奖结果都能严格保密，让观众看到候选人和获奖者最真实的一面。最后也再次恭喜飞天奖的所有获奖人。很多人看到赵丽颖拿飞天奖太水的质疑时，第一反应都是讨论奖项公不公平。但我看完整场颁奖礼之后，反而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那些猜测和争议，而是赵丽颖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流下的眼泪。她的反应骗不了人。如果一个演员早就知道自己会获奖，他不会在主持人念出名字后愣住几秒，更不会刚走上舞台就已经泣不成声。赵丽颖领奖时几次哽咽，甚至因为情绪太激动，把几句话重复说了2遍。这种不完美反而让人觉得真实。尤其当他再次说出风吹半夏里许半夏那句经典台词，我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随后又轻轻补上一句，今天我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刻，我相信很多一路陪伴他走来的观众都会鼻子一酸。当然，关于名单提前泄露的讨论并不会因此停止。近年来，无论是电视剧奖项还是电影奖项，几乎每次大型颁奖礼前都会出现各种内部消息预测名单。这次飞天奖举办前，也确实有网友提前爆料赵丽颖会拿视后，虽然作品名称没有完全对应，但最终结果高度吻合，自然引发了不少猜测。不过，说到底，名单是否泄露，应该由主办方去回应，而不是直接变成否定获奖演员的理由。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太快，各种猜测、营销号、所谓知情人士层出不穷，其中有些只是概率猜测，有些可能来自现场工作人员的只言片语，但这些都不能直接等同于奖项有问题。真正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一部分网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丽颖本人。有人说刘琳更应该获奖，有人为唐嫣感到惋惜，也有人觉得辛芷蕾同样表现出色。其实，这些声音都很正常。飞天奖本身就是高手之间的竞争，每一位入围演员都拿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任何一个名字最终站上领奖台，都不会让人觉得完全意外。优秀演员之间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喜欢刘琳不代表必须否定赵丽颖，欣赏唐嫣也不意味着赵丽颖就不配获奖。反倒是现场那些演员们的表现，更让我感受到同行之间真正的尊重。辛芷蕾第一时间拥抱赵丽颖，送上祝福。杨蓉平静地望向她，李庚希始终保持着自然的笑容，刘琳也微笑鼓掌。至于网友反复解读唐嫣、胡歌等人的表情，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必要。镜头只是一瞬间，一个眼神，一个停顿，很容易被无限放大，甚至脱离真实情境。比起分析谁笑得自然，谁表情僵硬，我更愿意关注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很多人认识她是花千骨的花千骨，楚乔传的楚乔，知否的盛明兰，但真正让我觉得她完成蜕变的，却是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她没有一直停留在偶像剧最舒服的赛道，而是主动走进现实题材。从和幸福到许半夏，一个扎根农村，一个驰骋商海，她开始不断挑战年龄跨度更大、人物层次更复杂的角色。这样的转型本身就需要勇气。飞天奖评选的从来不仅仅是演员的人气，更看重作品和角色的完成度。赵丽颖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
并不是靠某一天突然爆红，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积累出来的。所以，当有人说他年轻资历不够时，我反而觉得年龄从来不是衡量实力的标准。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演员有没有不断突破自己，有没有让观众看到成长。赵丽颖这些年几乎一直在突破，从甜宠古偶到现实主义，从流量演员到实力派，她经历过质疑，也经历过失败，更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网络舆论的放大审视。可每次外界以为她会停下来的时候，她都会用新的角色重新证明自己。也正因为如此，她领奖时那份激动才显得格外珍贵。当然，我也理解那些为其他演员感到遗憾的观众。飞天奖只有一个优秀女演员奖，但优秀演员绝不只有一个。刘琳、唐嫣、辛芷蕾等人的精彩表演同样值得掌声。奖项会有输赢，但观众心里的好演员并不会因为一次结果而改变。希望未来各大奖项能够进一步做好保密工作，让所有获奖者和入围者都能在真正揭晓结果的那一刻，展现最真实、最自然的情绪，而不是一次次陷入名单提前泄露的争议之中。因为对于演员来说，最值得被记住的应该是作品、角色和舞台上的荣耀，而不是围绕奖项不断发酵的猜测。最后，还是想说一句，恭喜赵丽颖获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这份荣誉未必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她至少记录了她这些年不断突破、自我成长的轨迹。真正优秀的演员不会因为一次获奖就被封神，也不会因为一次争议就被否定。时间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以爱践行初心。王一博携手粉丝驰援广西，传递顶流正能量。娱乐圈从不缺高颜值的艺人，但很难再找到第二个王一博，既能凭出圈古香和神仙体态碾压全场，靠一张侧影、一个背影圈粉无数，又能始终心怀赤诚温柔，低调躬身行善，用行动诠释偶像的真正意义。他从来不是流量堆砌的花瓶，而是始于颜值、忠于人品、陷于实力的顶级榜样。每一次出圈，每一次坚守，都让所有人明白，优秀从来没有上限。近日，一段王一博活动后台后场的侧面视频全网刷屏，被无数粉丝和路人疯狂转发，反复留存。没有精致的精修滤镜，没有刻意的摆拍造型，仅仅是最自然的后场状态，就轻松拿捏住所有人的目光，成为近期娱乐圈最出圈的颜值体态名场面。镜头从侧后方缓缓扫过，利落流畅的倒三角身形轮廓清晰利落，舒展挺拔的肢体姿态干净大方。仅仅一个背影，一抹侧影，就拥有超高辨识度，让人一眼沦陷，过目难忘。当天的他身着简约高级的白衬衫，搭配精致黑领结西装，儒雅金贵的绅士气质拉满。最让人动容的是他的细节素养，为了避免久坐压皱西装影响整体造型观感，他全程挺直身板站立等候，没有一丝懈怠，没有半点随意。笔直挺拔的上身线条沉稳端正，身姿舒展不僵硬，肩宽腰细的完美比例，纤细修长的腿部线条格外优越。全网纷纷赞叹这是 BJ 地球型人偶般的极致黄金比例，骨相优越，体态绝佳，每一处线条都恰到好处，干净又利落的侧面轮廓被网友反复截图传播，成为路人公认的颜值封神名场面。更难得的是，王一博的优越身形从不是单一场景的限定，而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出众，静态优雅从容，动态飒爽凌厉，两种风格完美切换，极致反差格外迷人。同日刷屏全网的 China GT 赛事官方物料中，换上专业赛车服的他又是另一番惊艳模样。利落合身的赛车服勾勒出流畅紧实的身形，宽肩窄腰的优势尽显，长腿比例格外吸睛。赛场之上的他步伐稳健有力，行走时上半身始终挺拔不晃，自带沉稳强大的气场，彻底坐实了行走的顶级溢价称号。不只是活动、赛场，
过往跨年晚会等各大盛典的后场画面也被网友再度翻出，再次印证她的绝佳体态。清冷干净的少年侧颜，挺拔舒展的身姿，对待舞台始终极致认真、极致严谨，坚持站立护造型，反复确认舞台动作的小细节，更是让无数路人好感拉满。如今的她早已练就专属自己的独特体态气场，哪怕是观众席遥远的远景，哪怕是模糊的背影，匆匆掠过的侧影，都能被大家精准认出。凭身材比例出圈，靠体态气质圈粉，成了网友热议的高频关键词。360度无短板的优越外形，真的自带顶级氛围感。众多媒体纷纷发文盛赞，称王一博是真正斯曼男走进现实的典范。静态后场时温润儒雅，身姿挺拔；动态竞速时飒爽不羁，气场全开，绝佳身形比例适配所有场景，兼具美感与力量感。粉丝们也由衷感慨，她拥有堪比国际超模的顶级身材，无可挑剔的精致骨香，360度每一帧画面都极具观赏性。更可贵的是，优越的外在之下，藏着极致敬业的内核。外在是天赐的优越皮囊，内在是日复一日的自律严谨，反复打磨舞台动作，时刻注重言行体态。这份内外兼修的质感，在浮躁的娱乐圈实在太过难得。世人皆惊艳于王一博的颜值体态、全能实力，却不知他始终低调向善，把温柔与担当藏在行动里，用自己的力量默默回馈社会，这也是他最打动人心的底色。2026年7月，受台风美沙克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南宁、贵港、钦州等多个区域暴雨肆虐，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衡州市多处水库出现险情，道路被淹，民居受损，数万群众受灾，紧急转移。当地防汛救灾形势十分严峻，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灾情突发，爱心先行，王一博第一时间响应驰援，用最快速度奔赴灾区，传递温暖。7月7日凌晨，他携手黄晓明、肖战、杨紫等17位艺人，共同通过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紧急为广西衡州市洪涝灾区捐赠首批4000个家庭应急物资包。凌晨3点深夜，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批承载着希望的爱心物资已经从河南新乡紧急装车发出，跨越千里奔赴受灾一线，在7月8日傍晚顺利抵达广西衡州市受灾区域，为灾区群众送去及时保障。这批应急物资包含金量十足，完全严格参照国家应急管理部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标准配置，包含太阳能声光示警手电、救生哨、保温毯、医用绷带、碘伏棉棒、消毒明胶、洗护用品、生活用品等20余种刚需物资，每一个物资包都能完整满足一个家庭近1个月的基础生活与应急避险需求。同时，基金会通过集中采购压缩15%物资成本，把每一分爱心资金都用在实处，真正做到精准驰援、高效救灾。为了保障物资顺利落地，爱心基金提前36小时对接广西应急管理厅，精准对接灾区需求，协调中铁快运开通绿色运输通道，克服洪水阻断路面、运输受阻等诸多难题，全力保障救灾物资快速送达。偶像的力量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同向而行。王一博躬身行善的担当，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粉丝。灾情发生后，王一博粉丝第一时间自发集结，火速驰援，以有序高效的公益行动紧跟偶像脚步，汇聚微光温暖灾区。摩托姐姐通过微博微公益携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公益募捐，超7000人次爱心参与，累计筹集近13万元善款。博孝爱心联盟更是展现出惊人的凝聚力。7月7日中午11点开启捐款通道后，仅52分钟就火速筹的超50万元善款，超25万名粉丝暖心助力。隔天再度发力，47分钟又完成超50万元筹款，用速度与真心诠释粉丝公益的力量。
不止线上募捐，粉丝公益团队的线下物资驰援也同步落地，持续跟进。7月9日，博校爱心联盟筹备的第2批爱心物资正式装车发运，950套米油物资整装待发，每套均配备10千克大米与5L 菜籽油，精准对接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滩浪村、汉塘村受灾群众，于7月10日清晨顺利发放到位，切实解决灾区群众的生活刚需。与此同时，王一博还携手42位爱心艺人，在广西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大坡坪村设立爱心供餐点，从7月7日起持续为受灾群众、一线救援人员提供免费暖心餐食，用烟火温情守护每一位坚守者，每一位受灾群众。始于颜值，精于实力，忠于人品，这就是王一博最动人的模样。舞台之上，他自律极致，精益求精，打磨每一个舞台，精进每一项技能，凭实力站稳脚跟。赛场之上，他热血坚定，无畏挑战，以专业姿态驰骋赛道，解锁多重身份。烟火人间，他低调纯粹，温柔向善，从不张扬行善，只默默躬身付出，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无数人投身公益，传递温暖。他从不用言语标榜自己，所有的优秀、温柔与担当，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润物无声的善意里。颜值是他最不起眼的加分项，自律、纯粹、善良、赤诚，才是他刻入骨髓的底色。追王一博，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星光，而是追随一份永远向上、永远温柔、永远赤诚的力量。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顶流，从来都是实力与人品并存，光芒与责任同行。愿这份温柔与热爱，生生不息，岁岁绵长。真正让我越来越佩服王一博的，从来都不是他的颜值，而是他总能一次次刷新大家对偶像这2个字的理解。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他，可能都是因为那张几乎无可挑剔的脸。最近后台后场流出的那段视频，再次让无数网友感叹，什么叫真正的古香天花板？没有滤镜，没有刻意摆拍，只是安静站在那里，一个侧影，一个背影，就已经拥有极高的辨识度。白衬衫配黑色领结西装，干净利落，肩背挺拔。为了不把西装做出褶皱，他宁愿一直站着等待。这种近乎本能的自律，其实早已成为王一博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作为观众，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或者艺人的气质，远远不是五官决定的，而是长期坚持形成的习惯。王一博无论站在舞台、活动现场，还是赛车场，身姿始终挺拔，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点拖沓。赛车服下的宽肩窄腰、修长比例固然吸睛，但真正令人欣赏的是那种经过多年训练积累出来的力量感与克制感。很多人都说他像行走的衣架，可我更愿意说，他像一个永远保持最佳状态的人，因为他尊重自己的职业，也尊重每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更让我欣赏的是，他从不会把这些外在优势当成资本，而是一直默默提升自己。从唱跳到演戏，从综艺到电影，再到专业赛车，每一次跨界都不是玩票，而是真正投入时间和汗水去学习。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王一博，并不是因为流量，而是因为实力。然而，如果说颜值、自律和专业让我喜欢王一博，那么这一次广西洪灾中的行动，则真正让我理解了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一直支持他。今年7月，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很多家庭生活受到巨大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王一博没有高调发声，没有营销自己，而是在第一时间加入公益驰援行动，与多位艺人共同通过公益基金向灾区捐赠家庭应急物资。最让我感动的是，那批物资凌晨便开始装车，跨越上千公里送往广西，真正做到了争分夺秒。这些物资并不是象征意义上的捐赠，而是按照专业应急标准配置，包含照明设备、
医疗用品、生活用品等20多种刚需物资，能够帮助受灾家庭解决最现实的问题。看到这些细节，我忽然觉得，真正的公益从来不是数字有多大，而是有没有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一直以来，王一博几乎很少主动宣传自己的公益行为，很多事情都是基金会公开之后，大家才慢慢知道。他似乎一直坚持一种态度，做好事不需要大声告诉所有人，只要真正发挥作用就足够了。这样的低调，也让他的善意显得格外真实。让我更加感动的是，他带动的不只是自己，还有无数粉丝。灾情发生之后，粉丝们迅速行动起来，自发组织募捐、采购物资，对接灾区需求。短短几10分钟内便募集数十万元善款，又迅速采购米、油等生活物资送往受灾村庄，还有公益团队持续提供免费热餐，保障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基本生活。很多人总喜欢质疑粉丝文化，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觉得偶像真正的价值正体现在这里。一个真正优秀的偶像，不只是拥有多少代言、多少票房、多少热搜，而是能够影响更多年轻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当偶像选择善良，粉丝便学会善良；当偶像承担责任，粉丝也愿意承担责任。这种双向奔赴，比任何数据都更有意义。其实这些年，王一博一直都没有停下成长的脚步。舞台上，他不断突破自己；电影里，他认真塑造角色；赛车场上，他全力挑战极限；生活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克制。外界看到的是一个拥有超高颜值的顶流明星，而真正了解他的人，更愿意记住那个认真、自律、善良、坚定的王一博。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外貌可以吸引别人一时，但真正能够留住人心的，一定是品格。王一博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别人夸赞的黄金比例，不是让无数人惊艳的侧颜，也不是一次次登上热搜的话题，而是在拥有巨大影响力之后，依然保持初心，把流量变成责任，把关注变成善意，把偶像的影响力真正传递给社会。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支持他？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顶流，不只是站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更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伸出双手，把光带给更多的人。这样的王一博，值得喜欢，也值得尊敬。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人，从来不是因为颜值，而是因为实力、品格和担当始终同行。这或许才是王一博一路走到今天，依然拥有如此强大号召力的真正原因。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